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末世王朝这2年完全坍塌倒闭，很多人都不信啊，很多人都不信，我也不知道不信的人的勇气是哪儿来的。我做事的习惯很简单，摆事实讲道理。我可以告诉大家，聊得很清楚，为什么这个王朝这2年一定会倒闭。那么多人告诉我，哎呀，还有10年20年好活的，请你也摆事实讲道理，说出来为什么他能活。2026年上半年还没有过完，6月份还没有到6月底，但是大家好好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充满了多少末世王朝的味道了啊！也就是在华夏历史上几千年，所有末世王朝能发现的典型特点，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全部都清楚的看见了啊！末世王朝统治者的特点，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也全看到了。今天给大家讲最突出的3个，以前都没讲过啊，没有专门强调过。以前跟大家讲经济呀、讲政治啊、讲社会啊、国际关系，但是这个都是叫衰退，叫不好，而不是末世王朝最突出的特点。那我们看看为什么现在中国面临到末世王朝的特点。特点1，末世王朝海量的从中央政府开始的苛捐杂税。那2026年大家也发现了，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各政府部门疯狂的颁布法律法规、政策建议，目的只有一个，努力干的、发布的、执行的，就是收取苛捐杂税。所以2026年上半年还没有过完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中央政府或者中央的行业主管机构出台的各种法律法规、政策、司法解释、建议等数量，竟然达到了2025年的5倍以上，是习近平第1个任期年平均值的10倍以上，可怕吧？就是出台的。你们有没有觉得2026年超级热闹啊？仅光在立法方面，2026年中共国就有了增值税法、金融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修订草案、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案、刑事诉讼法修订案等20多部重要的法律以及40多部预备立法。2026年是1949年到现在为止70年来中共统治最神奇的一年。这上半年出台的法律法规、政策建议之多啊，真的历史的奇迹还多好几倍，最高点还多好几倍。相信你们经常看我频道的朋友，就听我今年就光讲这些新出台的法律法规、政策建议都说了多少。而这些东西的主流都是干嘛的？比如说和税收有关的啊，针对企业的、针对机构的、针对个人的、针对海外投资的、针对灵活就业的啊，从最少倒查5年到最多倒查无限多年，出台了一大堆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建议。紧接着跟社保收钱有关的，针对灵活就业的社保收钱，针对医保报销的，针对失能强制保险的，针对养老互助的等等，一大堆法律法规政策建议。再往下跟政府从底层挣钱有关系的，比如电动自行车的国家新规、新能源汽车电耗限值强制标准、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强制标准、无人机强制限制飞行标准、危旧住房自费原拆原建等一大堆法律法规政策建议。再往下跟投资有关的啊，新制大基建的算力网建设，禁止大陆居民通过美国股票市场炒美股的，中共国大陆居民香港政策开户严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构和个人对外投资法等一大堆的法律法规政策建议。金融有关的啊，地方政府城投平台的退出，中共国私募投资基金的严查，反洗钱的，换取外汇强制备案的，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等一大堆法律法规政策建议。跟法律有关的非国家公务人员的巨额这种受贿的、来历不明的，新修订的治安处罚法、新修订网络安全法、保密法、AI 监管法等一大堆法律法规政策建议。而且今年出台的这么疯狂的海量的这些法律法规政策建议，全是全民范围内的，涉及到的责任都可以无限期倒查跟追溯的。不仅在数量上超了去年同期5倍以上，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大量都是执行到底。
但这么多的法律法规政策建议，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很有一个意思现象，我讲的这些东西都是火，还有另外冰，叫冰火两重天。那这么多法律法规，什么叫冰呢？比如说冰的一面，像中共今年颁布最重头的第15个5年发展规划，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直都是最重要的经济发展规划体系啊。那么5年发展规划第15个明确了2026年开始的未来5年中，中共国的国家经济核心支柱就是扩大内需、提升消费。但要多冷有多冷，在执行过程中没有任何机构对这个方案具体执行，导致2026年开局之年，我们过去的5个月，中共内需消费数值一片惨淡，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增长，负增长值。结果这么差呢，中共中央政府对这么差的表现完全无人问津，地方政府无人问津啊。这么牛的规划执行成这个样子，结果竟然中共连有人搭理都没人搭理，都没人管这事儿，就这么差。所以这么重磅的规划显示的状态是冰冻的，还有很多冰冻的，比如地方政府的废改税，咱们讲过，冰冻的没人管啊。地方城投平台的剥离，现在没人具体管，冰冻的网络身份证啊，发布了大家都紧张，现在没人管啊。数字人民币推广等一大堆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建议，轰轰烈烈出台了，摆在上面名声挺大，但执行过程中全部是冰冻的，无人负责。我们看见的只有苍白的文字。为什么？因为上述所有我讲的东西都不可能让执行机构拿到钱，跟钱没有直接关系的都没人管。相比之下，所有能够让中共执行机构拿到钱的、赚到钱的、收到钱的、相关人员获得贪腐的法律法规政策建议，在执行层面都得到了积极甚至狂热的实际行为。比如税收方面的、社保方面的新制大基建方面的，讲了算力基建、罚款方面的、投资方面的、资金来源合法性验证方面的等等。所以2026年上半年，中共在所有跟钱有关方面出台的文件，在这个领域就针对钱的，恨不能比前几十年改革开放加在一起还要多。而且这些文件在执行中都是拼了老命的干，玩命捞钱的以至于像海外的老高和小莫这样的自媒体主播很多炒美国股票的投资人，在香港开户的大陆投资者都无法幸免中共在所有捞钱方面这些东西出台政策的执行中，都叫一查到底，穿透到头，无论多少年都要把钱追回来，拿到自己手里这种景象就是华夏每个末世王朝都不断的出现的，本质就是执政者在国家最后阶段对整个国家存量利益呈现出的疯狂抢夺的样态所以2026年上半年出台这么多法律法规政策建议，实际上就是古代叫什么？叫苛捐杂税。现在只是把它换了个名字叫法律法规政策建议，古代就叫苛捐杂税这些玩意儿内核，现在出的这些法律法规政策建议内核和历史上那些末代王朝最终中央政权疯狂增加的什么人丁税、过路税、多重火耗、多种离金等等本质一样的，只是那时候社会没这么复杂，所以玩不出现在这么多花样来。所以2026年上半年，中共从中央政府开始，你们闭眼睛想想，是不是各种中共权力机关都在围绕自己把控的合法伤害权，疯狂的给中共国民大众编织可以收割钱财的天罗地网，甚至可以收割生命所以2026年的上半年精彩在哪儿？就是从1949年开始到现在中共70多年的执政时间里，即使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共国都没呈现过现在这么精彩的时候。这么半年这么多玩意儿出来，全他妈是跟钱有关。我的乌鸦嘴去年年底跟大家讲过，2026年是中共倒闭前疯狂开始征收苛捐杂税的时代你们听的时间长的人都还记得应该
大家深刻体会了吗？但别着急，还他妈没开始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2026年刚上半年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因为2026年下半年更大的趋势，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民生上、军事上、国际关系上的压力和更加厉害的衰退，这种环境下，那你看着那就更多的花儿要玩出来了，好吧？啊，中共更疯狂的举动会在今年下半年呈现出来。这是第一个末世王朝相同的规律，到末世了，不这么干不行，好吧？伴随着一些权力机构对国家存量资产的疯狂掠夺，相关的社会矛盾就会越来越激烈。咱们都知道，这2天其实就是昨天广西桂林爆炸事件，中共官宣死了7个人，重伤将近20个，而且中共的调查结果明确官宣排除了煤气管道泄漏导致的爆炸。因为这次爆炸的视频跟照片网上都有，大家可以看一看，一个楼炸成这样，如果不是煤气管道泄漏导致爆炸，你们想象它还能是啥？此外这2天也是昨天，大家也知道，福建省福州市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边上一个居民区火灾。整片居民区大部分是平房的居民区，至少涉及了74户居民的近100套的房子98套，3个小时内全部烧光。有人说什么木结构等等，什么结构3个小时自然着火烧这么快？再想想，再看看2026年上半年煤炭瓦斯爆炸死亡车祸很多人死亡，化工厂着火死亡，烟花爆制厂爆炸死亡等等，都是很多人死亡影响整个中共国南方服装整体产业的长江轻纺城火灾，数万平米的地下仓库着火，什么程度？5月25号当天扑救了18个小时，我讲过，政府说基本扑灭了，然后5月27号、25号扑救了18个小时，5月27号政府正式公告火已经彻底扑灭，结果5月31号又告知仓库多处出现规模化复燃，又着了，咋回事自己想你们想想，你们如果年龄跟我差不多的都可以想想，文革之后中国这么密集的灾难，我讲过鞭炮厂、煤炭工地等等，你们想想什么情况出现的？到底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那这种景象呢，其实我们可以断定2026年下半年会更多的频发，因为中共一定会剥削的更狠更多的钱他就得更狠那更狠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反弹就会更大存量资产中下层被拉得更干净那就更会去做这些东西大家想想到时候社会动荡情况什么时候出现，好吧所以先说第一个经典末世王朝景象，疯狂的苛捐杂税导致的负向循环当然老翟到底是不是胡说八道，还是真的2029年上半年就是这么多文件，这文件的核心全是苛捐杂税，各种领域还确实出了这么多事儿，是不是？你们想想就行了，好吗？摆事实讲道理，胡说八道没有用忽悠没有用。第二种末世王朝的景象，就是一个王朝正常基础的运行逻辑和决策流程被完全打破了王朝连很多事儿都干不了了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面子都没了。对呀，是吗？举例，中共在党章中明确规定，每届中共的中央领导班子在台上执政的时候，党章都必须举行7次全体中央委员的会议，俗称1中、2中、3中、4中到7中全会在这些会议中，本届中共的领导班子要按照不同全会的主题介绍执政期间相关的工作任务和执行情况。那这个什么时候出来呢？是1928年49年解放，这是1928年中共在6大上确立的党章，党中央每届领导班子执政的必要步骤是这一届执政领导班子最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7次全会。到今年28年到现在，咱们是26年，99年，明年99年，明年100年，27年那
中共的执政班子这个事儿，你想想，100年的习惯呀，所以即使为了对外面有一个脸面，并且为了遵守党章走过场，每一届班子都应该自己执政的5年里，按照时间计划顺利的把7次中央委员会的全会都开了。那如果一个政党的执政班子在自己执政的5年中，连最基本的7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会议都开不了，这个都做不到，那抱歉，这种执政的领导班子在中共的党内都会对其执法的合法性、合理性严重质疑，那在外面就啥面子都没有了。那按理说呢，傻逼习近平作为第3次连任的中共大 boss， 第3次连任了，这个制度他太熟悉了，毕竟前2个任期内他还是能够按时准确的把7次全会都开了的。所以第3个任期习近平上台，这傻逼逻辑上应该早早的安排好了7次会议的大致时间跟每次会议的大致主题，并且由相关的团队负责进行安排。这对于一个在中共内部号称已经全面集权，没有任何明确反对或制衡派系力量的独裁统治者来说，应该干这种事儿，应该像上班打卡一样精准熟练，没有任何悬念。毕竟这种会议就可以单纯走流程，都没有具体内容都可以因为这是中共的每一届这5年领导班子向全体中共中央委员展示其执政合法性、合理性的最重要的仪式之一。有意思的出现了，就是理论上应该超级丝滑的这么一个事儿，在傻逼习近平的第3任任期内，竟然遭遇了疯狂卡壳、错位难产、剧烈变形咱们也知道现在都是什么情况了从20届3中全会开始拖了1年多才开争论主题能不能让他们国母进来，结果最后进不来，结果这次全会讨论了一个狗屎的内容，3中全会也就是中央跟地方的分税制，讨论完了内容发布了，到现在中共也没任何地方政府落地实施分税制。至于3中之后按照惯例应该开的4中全会，那是党的建设跟组织结构、组织任务这个内容的会议由于中共党内的组织结构、组织任务都无法确定不停的拿人，不停的拿人就像2届国防部长拿下呀，这那拿下，所以在这种大的变动中没办法明确党的组织构架跟组织任务，他们哪个大领导被拿掉都不知道不断的这些人或者拿下，或者准备拿下，或者可能拿下，所以4中全会有主题都不能确定。那难题难到什么程度？到2026年今年已经必须开始实施第15个5年发展规划了，因为2025年14个结束了，这个不能断呀，这又是个党的执政历史，这个他妈断了那所有的笑话了。结果不得不把原本应该在5中全会上探讨确认的第15个5年发展规划的内容变成了4中全会上讨论确定，49年以来建国以来中共的第1次，从来没这么干过。而组织负责这种全会的筹备小组应该是在傻逼习近平的直接领导下，在这个4中开会之前，所有的重心都在原本4中的组织构架、组织任务、党建工作上，根本连想都没想过第15个5年发展规划。所以这个时候不得不开了，他们26年要开局之年了，倒逼了才意识到，所以应该那个时候留给中共研讨和策划第15个5年发展规划的时间超级短，而且这个规划所有的内容应该都没有可能跟地方政府进行基础的讨论，能不能执行不知道这就导致这个5年发展规划中绝大部分的政策都跟目前2026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党的搜刮存量资产的法律法规产生严重的冲突。这是最终大家看到的为什么2026年整个第15个5年发展规划开局之年完全无法执行，因为你他妈制定这么多，跟现在这些人要抓钱的多，全是矛盾的。那这些人抓钱，你的核心经济支柱就干不了。
现在已经可以明确的说，整个第15个5年发展规划，由于缺乏执行的基础，已经完全废了。你开局之间就看得出来，这个事情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一届领导班子傻逼习近平带的来讲，那是1949年建国以来超级丢脸且已经无法挽回的一次丑闻，没有过的。每一次开了全会布置任务，就是走过场形式，他也会执行。现在不是了，而且状态是对第15个5年发展规划，中央所有各部委到地方都不闻不问，置若罔闻。那就算是这样子了，4中全会干了5年发展规划，那5中全会呢？你毕竟你的组织结构、组织任务、党建还没干，你啥时候开不知道，因为上半年没开。那现在的时间只能拖到下半年，下半年惨了，因为今年下半年到明年换届选举只有1年时间。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如果在今年下半年，比如说你在10月份组织个5中全会，确立了党的组织构架、组织建设，然后你他妈开个会是个完全空头的会，因为这个会议结束几个月，在明年6月份之前，也就是7、8个月的时间，干嘛？中央政治局要整体换届了。这次换届七上八下，按照惯例，常委、政治局常委跟政治局委员50%的人员要调整，甚至政治局常委除了2个人留，剩下的5个全下。那这种换届就会导致你他妈5中全会开的这个组织构架会议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开完了，所有人在那干啥？因为马上就换届了。目前的这种中共里面做的事儿，正常的秩序都已经无法完成，实际上等于本届以傻逼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确告知了中共全体党员，中南海正在遭遇建国以来从来没出现过的现有中共高层几乎没办法有能力处理的黑天鹅事件。是啥不知道，反正是黑天鹅，否则连一个走过场基础化的7中全会、7次全会都他妈没办法按时召开。你说现在这政治局这帮傻逼到什么程度？那这个景象是在这一个事儿，当然不是了，大量事儿，比如说中共在这4年多中处理台海的问题处置抓捕张又侠的问题，处理美国总统川普来中国访问的问题，处理日本高市扫描上台后大规模军事扩张要改宪法问题等等大量问题都会发现了。也就是中共原本对这些问题高调确认的计划跟公告，按照正国活动要走的，最后全都没有预期的过程，就别提结果了。结果聊都不聊，而且不聊结果不聊川普访华有什么结果，不聊高市抗议半天，人家他妈日本干了啥不聊张又侠以后军队怎么办，都不聊。对所有正常会议应该决定的结果不聊不碰，没有任何明确表态。遭遇了建国以来罕见的国际侮辱性事件，我已经讲过了10次侮辱川普过来，中共都没有任何反应跟实质性的反制措施这都是华夏历史上末代王朝会出现的特征。在内部政治局会不会吵架？会骂，宫廷上会打架，会骂，然后呢，对外他妈什么都不干正常时期的规范性活动、规律性行为，在末代王朝都没有能力按过去的节奏正常进行了。这最基础的通过朝会来确定一些重大事项或者内阁填报意见，皇帝最终批红来执行这样的工作流程明朝等等都走不动了。到嘉庆的时候，就是到最后的那个谁的时候，不是嘉庆，那个崇祯就是走不动了。实际上这都是末世王朝国家统治机器对整个国家控制力度，对集团内部的控制力度和运行效率越来越低之后必然出现的结果所以崇祯皇帝再怎么勤勉这国家也不可能像以前这样的朝代也不可能像以前这样的标准去做事了傻逼习近平现在他妈再怎么努力每天24小时不睡觉，也没办法让这最基础的7次全会按期召开了，
也布置不了正常的工作了，连最起码的形式主义，现在中共的中央政府都干不了。你们大家知道，这对于中共来讲是多悲惨的事情，因为中共最喜欢的就是当婊子立牌坊，而现在的中共的中央政府艰辛到了没能力立牌坊的时候，只能当婊子，让全世界看着中共当婊子，全会也他妈开不了，15规划也他妈执行不了，眼睁睁抓了张幼霞，任何底层军队都不支持，眼睁睁看着美国总统川普访华，反复侮辱习近平，在地上摩擦，对于超级好面子的习近平来讲，莫大的耻辱，什么反应都没有。所以大家知道中共现在的核心层为什么叫末代王朝，就已经这么没能力，基础侮辱都反击不了。像前天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安全美国法案，明确把188家中共国实体公司列入到中共国的军工企业清单，有点名的企业都在里面。不光他实施惩戒，而且伴随一系列美国和欧洲都会由此实施惩戒。中共国对此的反应是什么？这么大的事儿，外交部门回应坚决反对，强烈不满，然后呢，跟太监一样就没有然后了，下面没了。就是即使中共现在明知道就这点反应，甭管他妈是访华也好是这样，会让中共的党的内部和广大的小粉红们都很失望，可也只能做到这一步啊！坚决反对，强烈不满，然后他妈就什么没有了，被侮辱只能承受侮辱。所以所有末代王朝忍受侮辱能力都很强，中共也是一样。不听别人说什么老习惯，看别人做什么，摆事实讲道理，对吧？一个公司艰辛到了最基本的高层例会都开不了啊！公司董事会宣布免除某部门高层领导，这个部门任何人都不表示支持，被竞争对手辱骂抹黑的时候啊，除了自己有一个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其他什么都不敢做。大家想想，这公司是不是已经在底层遇到了重大物理生存危机了啊？国家就叫末世景象，所以苛捐杂税末世景象。第二个，正常的组织活动机构没法履约啊。那现在就是第三个如果你们刚才确实听我讲完了2个，就是末世王朝的疯狂增加苛捐杂税，以及正常的组织活动和机构职能履约都做不到啊，那么就第三个重要的末世王朝的变化，就是超级频繁的高层人事变动，这个讲过了啊，人事讲过，或者担心会出现强力的反对者，对自己的地位出现威胁，或者要有人能够推卸责任、承担责任，平息组织统治阶层内部的怨气或者要找那些专门跟自己一条心以至于未来风雨飘摇的时候，这些人还可以跟自己做同样的事儿，最起码不会被这些人出卖等等出于这样子的一个目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要拼命的换人，拼命的清理目前中共也是一样，根据中共的官方数据，仅仅2026年第1季度，中共明确处分的省部级直管高级官员就达到56人，是2025年同期的4倍。刑事立案调查的省部级中央直管高级官员30人，超过2024年跟2025年2年同期人数的总和。这还仅仅是官员，除官员以外呢，还有大量的事业编，比如说北大的党委常委、副校长什么王博呀、任宇中湖南工业大学校长、书记王汉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连枝等等，还有大量的院士，什么吴曼清赵宪庚魏一银等等至于中共军队上将以上这些官员，90%以上现在都被抓、被消失或被扫退了。所以大家知道这种情况下中共按照7上8下的规则，我讲过，明年举行的政治局换届中，不管是政治局常委还是政治局委员，都要出现50%以上的更替率。你们看看现在这个人员的更换程度到达了什么程度，好吧而目前能上来的人，包括常委可能的陈明尔、李干杰、尹力、袁家军、张国清等人，
也就是可能进入长美的这些人，统一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全部都没有自己底层的坚定的支撑力量，没有人脉实力，完全都是依赖傻逼习近平直升飞机一样提升上来的。比如说像军工领域中真正有背景实力的马兴瑞，那是被拿下的袁家军、张国兴这些人根基都是很浅薄的，所以这时候的君臣搭配跟末代王朝都很像因为这个时候末代王朝皇帝依仗的我讲了，他特别怕有能力的人，最后这些人依照势力黄袍加身把他干下去，所以他拉上来的都是自己直接提拔上来，直接是纵向的。官员这些人本身底下没有深厚的根基，只能靠着他，表现的都是对皇帝无限忠诚只是遇见真正危机的时候，一个靠得住的都没有，好吧？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末代王朝的景象，经济上、社会上、人口结构、军事指挥、国际关系等等这些呢在中共国都出现了，我都涉及过，不多聊了只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相比前苏联、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连宗教基础都没有，所以末世王朝苟延残喘的机会一旦衰落，连这个机会留着的时间节点都很短所以我跟大家为什么叫摆事实讲道理？当这么多华夏文明几千年来的末世王朝都会出现的景象都在中共身上显现以后，你们还有人认为这个王朝能苟延残喘很多年吗？还有没有人如果还有人，你是正常人不是这个里面能看见的很多小粉红，我不搭理的不说了